冲动，只要别失控。心跳不同，爱很有轻重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和梦交涉。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，还要穿破几道城墙，保持我的想象和希望。就算负了伤，也绝对不放。既不需要伪装，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我信仰。刚才我在树林的时候，好像闻到一股腐尸的味道。让你们进去调查一下。大家找到了。Sir, ma'am. 里面有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，尸体身上并没有任何的证件能够证明她的身份。不过按照死者身上的衣服，可以推断是位女性。还有什么发现？这里很偏僻，平时很少人来。不过这里附近有外劳的宿舍，我们已经去问过了，并没有任何人看到命案的发生。他们说连吵架声都听不见。辛苦你们了，这里交给我们吧。国皇，你跟尼科到处查看。Yes, ma'am. 谢谢。从尸体上苍蝇的幼虫来看，应该是属于绿蝇的一种。根据幼虫的大小，加上这几天都没下过雨，天气相当炎热，我推断死者应该是死了4到7天。说的头头是道，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你是法医。我博览群书嘛，不信的话，等法医来了，你可以向他求证。喂。Sir，那旁边在多事。 Yes, sir. Sir。丹泽， Yes, sir. 书吗？记录在案。油站的促销传单。嫌犯可能在搬运尸体时掉的。记录在案。 Ma'am，我们在那边发现轮胎印，你看，有可能是嫌犯的车。
好像是车头灯盖子的玻璃碎片。从石头上这些痕迹判断，应该是被车头的保护钢撞出来的。结果这一撞，把车头灯的盖子也撞破了。有什么发现？你们看，深灰色的油漆，会不会是疑犯留下来的？有可能是撞到石头的车造成的，而且车身是深灰色。尸体四周都不见任何血迹，所以这里应该不是命案发生的第一现场。凶手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干案，然后开车来这里弃尸。凶手弃尸后打算离开，却因为慌张进错了档，结果车子后退，撞到了树干，车子上的油漆就这样粘在上面。凶手发现错误后立刻换挡，却因为还在惊慌中，所以没有注意到路口处的那块大石头，车头灯就这样被撞破了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的推测，还是要回去实验室验证后才能确定。根据检验结果，粘在树干上的漆证实属于专用在汽车的油漆。在现场找到的玻璃碎片也证实属于汽车车头灯的盖子。另外，我们在沿途找到了一些轮胎印。也就是说，嫌犯很有可能是开着深灰色的车到树林里弃尸的。死者是女性，年龄大概30到40岁左右。据法医的推断，我们找到尸体的时候，她已经死了5天，死因是头部被连环敲击至少9次，导致头盖骨破裂。从伤口来看，凶器应该属于动物。头部只要被重击1到2下，就可能导致死亡。凶手居然连续敲击了至少9下，通常是很恨一个人才会下这样的毒手。现在最关键的是查出受害者的身份。这张油站的传单是在鞋印附近找到的，你们2个到油站调查他来处理。 Yes, ma'am. Eric 国王，你们去修车行看最近有没有人送一辆深灰色的汽车去修理。 Yes, ma'am. Kenny、Nicole，你们去调查失踪人口的名单，看有没有符合死者外貌特征的人。 Yes, ma'am. 还有什么问题吗 No, ma'am.？Good morning, sir. Good morning, sir. Morning. 我要介绍一位新同事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心怡。心怡是严重性侵犯罪案组的助理警监，他们是特别罪案调查组的同事。你们大家自我介绍吧。黄芷杰，你好。许浩平。你好，你好。嗨，ma'am，我叫郑敬强。你好。ma'am，我是 Eric。Hi Eric。 Kenny， Nicole。我就不用介绍了。你我早就认识了，赵国煌。心怡就是被 J 探打伤的那位警员。你的伤势已经恢复了吗？那么快就回来工作？早就好了，反正我现在也是负责一些行政工作。廖心怡就是廖心怡，做事还是那么认真负责任。你把他说的这么好，如果过来这里，肯定如虎添翼。子杰，你别想挖角哦。所有部门都带你去认识了，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。好。Hello。这份报告非常紧急。好，我会叫人去拿。Sir， 什么报告这么急？一份性侵受害者的医药报告。我帮你去拿吧。麻烦你了。不会。Dr. Chow， 你又在捉弄人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以为是子杰，想不到捉弄错人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不然这样吧，下次换你吓我，我们扯平。你很无聊嘞。做人不要这么严肃，有的玩就玩，有的捉弄人就捉弄人啊。他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老顽，小顽童。他是 SSCB 新同事廖心怡，他是法医周正浩。
你好。你好。你这个是什么表情啊？是不是没看过那么年轻、那么帅气的法医？应该是又无厘头又幼稚的法医吧？哦，你讲我幼稚，我等一下有好东西不让你吃到。See you. Dr. Chow， 你有什么好东西要给我啊？你刚才让我在美女面前没面子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因为你是个公正无私的好法医，不会为了个人的恩怨让受害者得不到正义的伸张。算你了解我。这是我们从无名女腐尸身上拍下来的，我们发现她曾经植过牙。我们可以从牙齿鉴定死者的身份。不过，单凭这张 X 光片，简直是海底捞针啊！这种植牙只有几个牌子，供应商也只有那几个。这种植牙都是在国外生产的。没错，每一批植牙送到新加坡之后，就会送去其中几家牙医诊所，至于哪几家就找牙医协会协助。喂，你还没来啊？哦，没关系啊，我自己搭德士回去。OK， 拜拜。廖心怡，要回家吗？我送你啊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搭德士就行了。这个时候很难叫到德士的。你又不知道我住哪儿，你怎么知道顺不顺路啊？新加坡有多大？不顺就走到顺吧。上车吧。喂，你不是在为我办死人的事生气吧？你不是那么小气的吧？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什么非法物品啊？我们警察的通病，指节也是一样，一上我的车就找东找西的。我以前好像没有看过你。我在外国当了几年法医，最近才回来。医科有这么多选择，为什么不选法医？这样子我就不会把他们医死啊。他们来到我这里的时候，都已经呜呼哀哉了。原来你是怕别人投诉你医术不好。是啊，尸体就不会投诉啦。况且我觉得面对死人比面对活人有趣得多。你把解剖尸体当有趣？是啊，我当成兴趣的。这样会不会对死者太不尊重了？开玩笑的，我一向来都很尊重死者。活人会为自己说话，死人不会。我想帮他们说话，我想让他们的家人心里有个了结，所以去当法医哦。理由充分，我接受。那你呢？为什么要做警察？第一，警察代表一种形象，一种正义；第二，警察可以打击罪犯，维持社会治安；第三，警察可以保护人民，让人们安居乐业。好警察的标准答案。你几岁啊？你猜啊？据我所知，你们需要经过5年的医学课程，再实习1年，然后再接受5年的法医训练，才可以考到法医资格。没错。那刚才你说你在国外当了几年的法医，所以我算算看，35。No， 我21岁。21？是啊，从我穿着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我过了21岁就没再长大了，所以我年年都是21的。哎呦天哪，好老套的想法啊！会吗？你很喜欢运动啊？是啊。什么运动？游泳、羽球、篮球，最拿手的是网球吧。
拿手到什么程度？当教练的水准？你很多问题哦，是不是对我有兴趣啊 ？Hello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什么事啊？我朋友出事了。你不是说你朋友出事了吗？他们人呢？小心！小鬼，出来！阿志信，不是说打不过人家吗？他们呢？我们只有4个，他们有5个，所以才叫人来救命啊！你怎么可以鼓励他们打架啊？我是他们的老大啊！阿志信带个阿朱妈来。阿朱妈好。哎，什么是阿朱妈？男的叫阿朱西，女的叫阿朱玛，你说是什么意思呢？对，阿朱玛。哎，人呢？到底要不要开战？我反对你们用暴力解决问题。他们来了。就算你们通通上来，也都赢不了我们的。口气这么大。阿朱玛，你也来帮我们吧。需不需要热身啊？我的手还没好，我就在旁边给你们打气吧哈。那就麻烦你帮我们计时计分吧。好啊。开始。你到底会不会算分的？以后不跟你们玩了，拜拜。哇！我看你们玩到这么起劲，多希望可以跟你们一起玩。还有机会的，反正这帮小鬼啊，整天想着跟人家厮杀啊！玩飞盘是健康的运动。是你教我们怎么玩的，现在说我们喜欢杀人。既然阿哲西不喜欢我们玩飞盘，不然我们下次就真的去打人、去杀人。你呀，就是不好好读书，所以才听不懂阿久喜的话。我说厮杀只是一种比喻的手法，意思是喜欢跟人家比输赢。我们懂的。你被耍了。有进步啊！阿哲喜教导有方嘛。对了 ，Jeff， 你那个化学测验考得怎么样？总算及格。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啊？什么分数啊？算，马上去。好啊，走了。阿朱玛，你也一起去吃饭吧。我不是阿朱玛，我是阿嘎西。哦，原来你也听得懂汉语的。喂，快点啊！走最后的，自己请自己啊！看你跟那些青少年打成一片，真的很不像法医。谁说法医只能够有一个样子啊？我就是没有看过像你这个样子的。你是怎么认识 Coco 他们的？我们是在阳光青少年中心认识的。咦，那不是一个青少年的辅导中心吗？对啊，我是那里的义工。你怎么会在那里当义工？我曾经是个边缘少年，后来差一点变成黑社会老大接班人，所以你想用过来人的身份辅导他们？答对了。都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是真的，
你看不出他们很喜欢我吗？看得出，所以他们都叫你阿朱西。嗯 ，Coco 取的，阿 Juicy 就是帅哥嘛。干嘛？我不配当帅哥啊？嘿，你很适合阿朱西的身份。就因为我是阿 Juicy， 很多女生会送卡送礼物给我，对我表示好感。我一直都是少女杀手的，只是我都把她们当小妹妹。哎，怎么突然不说话？没什么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哎，下次玩飞盘再约你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想更了解年轻人，我建议你多看一点韩剧。为什么？ Bye, Josie。Dr. Lin， 你是牙医协会的会长对吗？没错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两位的吗？麻烦你看看这张 X 光片。X 光片显示，这病人的嘴里有一颗植牙，不知道你是否能认出这颗植牙是属于哪间公司的产品？这是属于一家瑞典公司的，叫做 Biotop Dental Implant。你是怎么看得出的？因为每家公司生产的植牙都有它独特的记号。你们看，这上面是不是好像有一张笑脸？这就是 Biotop 产品的特有标志。那牙医协会是否有记录，本地哪一些牙医诊所是用这间公司的产品？没有。或者你们可以尝试联络他们在瑞典的总公司。不过，首先你们要找到这颗植牙的系列批号，他们才能够帮得上忙。怎么找到它的系列批号？那就要把植牙拔出来看了。每颗植牙里都有一个批号，找到批号，要查出病人的身份就不难了。高林，你午餐也没吃，吃巧克力吧。谢谢你啊。怎么样？还没有头绪啊？派人到很多间修车行调查，找不到符合我们要找的车子。这个呢？有没有线索？有30几间油站在派送传单，你看，印章糊掉了，根本无法确定是哪一间油站派出来的。每一样证物都能发挥它的作用，相信它最后一定能帮我们拼凑出完整的命案过程。失踪人口查得怎么样？没有符合受害者的年龄层还有样貌特征的女失踪者。这么多 X 光片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做比对啊？国皇他们已经花了1天1夜比对过了，我不甘心，所以再比对一次。我看国皇他们也找不到头绪。我们已经跟制造植牙的瑞典公司查询过了，跟死者系列批号相同的植牙分给了5间牙医诊所。这些 X 光片是属于在那几间牙医诊所植过牙的病人的，不过还是找不到吻合的。
诊所会不会漏了一些 X 光片没给你们？我们已经向他们再三确定，应该不会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会让死者死得不明不白的。怎么了？牙齿酸了？不知道会不会是牙齿出了问题？牙齿有问题就拔掉。整排牙齿出现一个洞，不是很难看？可以植牙，我就植过牙。以后假如死得不明不白，还可以凭 X 光片找到身份。你植牙就是为了这个？哎呀，糟糕！什么？我那个时候因为太忙了，没有在预约的时间回去牙医诊所拍植牙后的 X 光片。死者会不会也没有拍植牙后的 X 光片？所以你们始终都找不到吻合的。我们可以去找死者植牙前的 X 光片来比对。蓝天，我们已经从那5间牙医诊所取得了病人植牙前的 X 光片，麻烦你进行比对。怎么样？这是植牙前拍的，这是植牙后拍的，2张完全吻合。有没有查到死者的身份？死者名叫孙秀清，连死者的资料都帮你找到了。我妹妹就住在这里，几年前她搬出来自己住，我们平时很少联络，我也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了。请问孙秀清的房间是哪一间？右手边的主人房。孙秀清是从事哪一行的？房屋地产投资顾问。那她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几个月前，那时候她告诉我没有。现在我就不清楚了。请问照片中这辆车是孙秀清的吗？是的，是她2年前买的。文玲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屋里没有被清洗掉的血迹，不过应该有指纹的地方，比如门把，都没有找到指纹，而且同时还发现了水迹印，我怀疑指纹已经可以被人抹掉了。看来这凶手很狡猾。Ma'am，有什么发现？邻居说孙秀清很少跟其他的邻居有来往，那他们有没有听到吵架声？没有人听到吵架声。请你们一定要找出杀死我妹妹的凶手。放心，我们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。一起。哎，蓝天，这么早就来了。妍，蓝天叔叔来了。叔叔。妍妍乖。他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：叔叔会不会来呀？妍妍有没有想念叔叔啊？想。叔叔，礼物呢？哎，妍，哪里可以讨礼物的？噔噔！谢谢叔叔。生日快乐！快点拆开来看。啊。来，叔叔帮你。哇，看是什么来的？哦！他要什么你就给什么，会把他宠坏的。如果他变坏，你就找我来收拾他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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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到时不知道是你收拾他，还是他收拾你啊？叔叔，等一下唱生日歌，你要唱最大声哦。不行啊，叔叔一下子就要走了。你不陪我玩了？改天等叔叔不用上班，就陪你玩一整天，好不好？哦。哦，来，狗狗陪你玩。哎，玉琪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在想什么？想到这么入神？我在想，你别整天工作，忙到连女朋友都不找了，是不是舍不得我啊？当然不是了。跟你说，等我有空，我就找一个比你好几百倍的。向我示威啊？好啊，那你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给我看。Mom, one of the cufflink is lost. Sophia, these are very expensive, you know. They're from overseas. Why so careless with the laundry? I took the shirt off for the basket, but it's already gone. Okay, never mind. Just be more careful next time. 这些女佣就是那么粗心大意。所以我不请女佣。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女佣，是给你的家找一个女主人。哎，我得走了。云恩，叔叔要走了。拜拜。叔叔再见。拜拜。我送你。你跟云恩的感情这么好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是父女呢。是啊，我跟这孩子特别投缘。如果你能待久一点，他一定会更开心。你也知道我工作多，走不开。下一次吧，下一次你要我待多久就待多久。你每次都是这么说，空头支票不要开太多。放心，支票总有一天会兑现的。还是等到兑现那天再说吧，大忙人。政委回来了。哎，政委。蓝天，怎么要走了？还有一大堆工作在等着我。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，可以休息的时候就尽量休息，别为难自己。你在说你自己啊？谁都知道你是个工作狂。所以我要他今天早点回来，给于恩庆祝生日。你和女儿比什么都重要，我再怎么忙也会把时间留给你们。哎，好了，我走了，不打扰你们两个恩爱了。找到那个女人没有？你到底找到她了没有？没有。你再打电话给她，不然我陪你去她的公司。不管怎样，你一定要把她找出来。你别乱来。电话我已经打过，他的公司我也去过，就是找不到人。那别再问了，我心很烦。我就不烦吗？一个星期后，你再不还钱，你就要被抓去坐牢了。难道你不急吗？我当然急。那笔钱我拿不回来，我不但会坐牢，还会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你是怎么搞的？没查清楚人家的底细就乱投资？我怎么知道他会卷款逃走？其实那天，你就应该要他把钱还给你。他叫我给他3天的时间筹钱，我怎么知道他会许愿？他说3天，你就相信？够了。你们，我说够了。宇恩，怎么跑上来了？来，跟妈咪下去。你的朋友快要到了。你说你被女人诈骗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我们都叫她做 Cindy， 是我的投资顾问。她鼓励我和朋友联名买排屋，等屋子建好之后呢，我们再租出去。那你后来怎么发现她骗了你呢？后来我和朋友再到工地去看一看，才发现到产业是别人的。我打电话给他，没有人接；到他公司好几次，门也没有开。
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帮我把这个骗子找出来。我们会的。那他的公司在哪里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有他的名片。这是孙小姐的公司。他把东西都搬走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不清楚。你是保安员，有人进进出出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是有看到孙小姐拿了几个箱离开这个公司，我没有检查，我不知道把整个公司清空。那你最后一次见孙小姐是什么时候？大概1个星期前吧。1个星期前，那就是这个月的8号。好像7号，又好像8号，不太清楚。他当时有跟什么人在一起吗？啊，有。那一天我在巡逻的时候，听到一些吵架的声音。我走过去看的时候，看到孙小姐跟一个男生在吵架。他们在吵什么？好像为了一些钱的事情，不太清楚。那你有看到那个男人的样子吗？我没有，不过他好像很生气。然后呢？孙小姐就走去那个停车场，那个男人也跟着去。那后来你有跟去停车场看看吗？没有。我需要你们闭路电视的摄像记录。Mom. What? Where do you find this? You look for Mom? 你的外套为什么有血啊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别问这么多。车上为什么有女人的手表？手表是谁的？一个星期前，我找到那个女人。他叫我给他时间筹钱，我不肯，他就用这只手表来做抵押。那为什么手表上也有血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说，我已经说了。你给我说清楚好吗？你还想知道什么？刚才我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。巡逻警员发现孙秋清的车子在这里停了好几天，就去查看，发现车牌跟我们寻找的吻合，马上通知了 CID。车子的挡风镜上夹着好几张罚单，最早的一张是这个月10号开的，所以车子在这里应该停了6天了。法医估计孙秋清的死亡时间是8号，如果车子9号就停在这里的话，那开车的人很有可能是嫌疑犯。你们到附近看看有没有闭路电视拍到通往停车场路上的情况。根据车子的颜色、车胎痕迹、而车头的撞击痕迹，跟之前我们在弃尸现场找到的证据完全吻合。嫌犯应该是利用这辆车子搬运尸体，希望在车上可以找到关于他的资料。嫌犯很可能把尸体放在车后箱。
车子被人擦拭过了，找不到指纹。看来这嫌犯很狡猾，行事小心谨慎。从死者身上、家里到车上都找不到证据。嫌犯可以带走证据，但也可以留下指证他的沉默证。德卡定律，凡两个物体接触，必定会产生转移现象。嫌犯在搬运尸体的时候，肯定会流汗。嫌犯擦掉车里的指纹，可是他却不知道汗水是可以验出 DNA 的。你先别期望太高，这也有可能是死者孙秀清所留下的汗迹。Ma'am， 这袖扣很精致，或许是定做的，那就容易找到指纹。它的主人我认识。这么巧，你们也来查案？我们来调查一宗欺诈案。这个屋主刘振伟和疑犯孙秀清曾经发生过争执，所以我们来找他问话的。我们在查的女辅师也叫孙秀清，是名投资顾问。你们调查的欺诈案可能跟我们的谋杀案有关，请你们把调查到的相关资料交给我。没问题。刘振伟先生，我是特别专案调查组的组长黄芷杰，请问你认识孙秀清吗？认识。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的投资顾问，帮我处理一些交易。请问发生什么事？孙秀清证实遇害，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案件。他死了？请问你这个月的8号下午是否找过孙秀清，并且跟他起了争执？是，我有找过他，是想拿回我之前投资的钱。我们是吵了几句，就各走各的，再也没有见面。这个袖扣是不是你的？你们怎么找到的？孙秀清的车内找到的。我们怀疑你跟孙秀清被杀一案有关，现在正式逮捕。我们也需要在你家进行搜证。刘太太，麻烦你带我们上楼。都是那份光荣，冲动只要别失控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和梦交涉。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，还要闯破几道城墙，保持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